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到现在还过着石器时代生活，他们甚至还拒绝和外界往来。如果有人想要靠近他们，还会被他们做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这群神秘的北少冰岛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这群与世隔绝的岛屿居民，根据人类学家的推估，已经与世隔绝了6万年。岛上的人们过着极端原始的生活，不仅周遭其他小岛岛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甚至没有任何语言能跟他们沟通。直到2018年，一个美国人非法潜入了这座北少冰岛，结果隔天送他上岸的渔民就看到他布满伤痕的尸体埋在沙滩上。这件事情呢传开之后，震惊了全球，因而引发了大家对这个小岛的关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为什么到了科技这么发达的今天，居然还会有这种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奇特的岛屿和它的发现历程吧。不过按照惯例开始之前还是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立志打败 Baby Shark 的洗脑儿歌你听过了吗？来自芒狗狗 Mango Pop 的我想摸一下，迷幻教材不能只有我听到。新同学，棉花糖猫摸起来什么感觉？好想知道，好想知道，好奇宝宝想摸一下。哇，是软软的毛，嘿，还是黏黏的猫？狮子老师说不可以，还是我们一起来画画。喵喵喵喵喵喵喵，棉花糖猫，要摸我要先问我可不可以？汪汪汪汪汪汪汪，好奇芒狗狗，不可以也没关系，还是好朋友。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订阅孩子最喜欢的双语学习频道芒狗狗 Mango Pop 吧。这位遇害的传教士呢，名叫做约翰·艾伦州，是一位华裔美籍的传教士他的基督信仰非常虔诚，热爱冒险的他呢，也有充分的求生经验，对于北少冰岛充满好奇。2018年的11月，他在印度渔民的帮助之下，去了北少冰岛几次，每次都带着一些别针足球当礼物，想要跟岛民发展友善的关系，但都被岛民用弓箭等等的武器给赶走。而到了11月18日的这一天呢，约翰想说，如果岛民看到外来的船只可能会吓到，或是觉得他不怀好意，于是他就告诉渔民说，这一次就不用再来接他了，没关系。他说他要让这个原始的小岛成为耶稣的国度。可是隔天呢，渔民就看到北少冰岛人把他杀掉，埋在沙滩上。消息传开之后呢，震惊了全世界。不过印度政府呢却不管杀人的岛民反而是因为渔民协助别人入侵禁地而把他们抓了起来。这真的很神秘为什么印度会这么怕一个小岛，还把它当作是一个禁地呢？这座岛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这座神秘的北少冰岛地点位于孟加拉湾的海域上，是印度的安达曼群岛当中的一个岛屿，大小呢大概是72平方公里，差不多是接近5个绿岛的大小。岛上的居民都过着很原始的生活，住在小屋，而且靠着捕猎还有采集为生，没有驯化任何的家畜。此外呢，他们的工具还有武器都是用石头打制，偶尔呢也会捡拾漂流上岸的铁器，把工具还有武器加工得更有破坏力。那这群北少冰岛的人呢，完全不和外界往来，也和外界没有任何通用的语言。印度政府曾经试图带着周遭小岛的原住民上岛，希望呢能够找到和北少冰岛人沟通的方法，但却发现他们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手势还有习惯也都不一样，根本无法沟通。这就让很多人超疑惑，为什么这座岛能够与世隔绝这么长的时间？北少冰岛能够与世隔绝的原因，大概跟它的地理环境脱不了关系。这座岛呢，四周都围绕着许多的珊瑚礁，所以无法形成天然港口，船只不容易在这里停泊。再加上岛屿所在的位置呢，远离了主要航线，所以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发现这里有个岛屿。岛上的人们呢，就静静的过着自己的生活，直到19世纪。而1867年呢，一度印度商船在礁石上面搁浅，而船上的106名乘客还有船员游到岛上寻求庇护。然而北少冰岛的人呢，完全没有要庇护他们的意思。而3天之后，岛民受不了了，于是发动攻击，用石头弓箭、斧头等等当做武器，开始攻击这群遇难的外来者。他们当然也用手边找得到的各种素材迎击，形成一场小小的战斗。而直到几天之后呢，英国皇家海军的船接到消息开过来呢，把幸存者都接走。但虽然英国海军没有实际登岛，但英国也对外宣布，北少冰岛呢也是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地的一部分。
英国人第一次实际登岛呢是1880年，英国海军的军官波特曼带着军队还有罪犯登岛展开冒险。然而他们发现岛民抛弃了自己家，逃到了森林更深处躲起来，只留下了废弃的村庄。他们在房子里面发现了一对老夫妻，还有4个小孩没来得及逃走，于是他们就把他抓去附近的南安达曼岛。结果呢，被抓来的老夫妻很快就生病过世了，他们只好把小孩再送回岛上。而后世的人类学家都很好奇，当年被送回去的小孩最后有没有被岛民接纳呢？有没有把外界的细菌或是病毒带回岛上呢？但可惜的是这些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录留下来。而接下来陆陆续续都还有人试着靠近北哨冰岛，但都跟之前一样，北哨冰岛人剧烈的抵抗，直到1896年，一群罪犯从安达曼岛的逃亡呢，误上了北哨冰岛，通通被岛民给杀掉之后，英国政府觉得这里真的不易教化，也没有什么战略地位或自然资源，就决定要放弃北哨冰岛了。而独立之后的印度政府虽然承接了先前殖民地的领土，把北哨冰岛连同周边的岛屿群一同划进了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但他们也发布了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居民部落保护法，禁止所有人靠近岛上。不过越被禁止的事情总是越让人想要做，因此陆陆续续都还是有学者还有探险家想要登岛探险。1967年，印度的人类学家 T.N. Pandit 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之下，率领了一票人登陆北哨冰岛。但登岛之后呢，却跟之前一样，岛民看到外来者就通通的躲到森林里面去躲起来了，没有遇到任何的北哨冰岛人。于是 Pandit 留下了布匹、糖果还有塑胶制品当做礼物，但他随同的伙伴呢，也从岛民家中偷走了像是弓箭还有篮子。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北哨冰岛人对外界非常不友善的原因。总之呢，之后陆陆续续都还有其他的人想要登岛，但不是腿上被射中一箭呢，就是被岛民疯狂的叫嚣威吓。像是国家地理频道的团队呢，曾经想要登岛拍摄，就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其实大家都超怕来到这里。那除了那个印度人类学家 Pandit 之外，Pandit 自从第一次登岛之后呢，每年都会送一点点小礼物过去。他曾经送过活的猪，但北哨冰岛的人呢，对送来的猪没有什么兴趣，他们就直接把猪戳死埋在沙滩上。但他们也有很爱的东西，尤其是椰子每次看到椰子呢，都会心情很好。就这样努力了25年之后，在1991年时，岛民可能对 Pandit 稍微比较有好感了。这次发生了不太一样的事情。这次 Pandit 和团队一如往常的呢，在船上把椰子漂流过去岛上时，他们发现有个男人拉起弓瞄准他们，旁边的一个女人突然推了男人一把，把他武器撞掉，而女人呢又直指椰子，要男人也一起捡。接着岛民就开始涉水走向人类学家，摸摸他们的小船，而人类学家呢也认为这似乎是他们友好善意的表现，因此他们也下船留下了珍贵的合照。不过在下一次访问时呢，当人类学家趁着北哨冰岛人爬上船拿椰子时，跟岛民要头上装饰用的树叶时，岛民突然变得超生气，拔出刀呢做出了割颈动作，而这群人类学家吓得马上就撤退了。那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北哨冰岛人来岸边等礼物。而 Pandit 呢也在隔年退休，印度政府对北哨冰岛的关注度也慢慢的下降，最后停止资助了关于北哨冰岛的研究计划。那直到2018年发生了美国传教士事件之后呢，才又开始有人在讨论，是不是还是得派人到北哨冰岛，想办法了解他们的语言文化呢？毕竟了解之后才有办法沟通，也能够帮助他们适应外面的世界。对于到底要不要让北哨冰岛和文明世界接触，其实有不少的讨论。有人认为呢，如果世界已经很文明了，有人权自由的观念，科技也很进步，应该要让北哨冰岛人进入世界的群体。而反对的人呢，则是认为接触与世隔绝的原住民可能会反而伤害到他们。而最常被举的例子呢，就是亚马逊丛林。在亚马逊当中呢，还有107个维持传统生活的部落，但他们的生活受到丛林开发影响，不止被迫赶出了原本生活的土地，甚至还受到像是麻疹流感或者是污染过的水源侵袭。去年的 COVID-19 也传进了人烟罕至的这个部落当中，其中一个部落祖马族呢，原本就只剩下4个人了，唯一会讲族语的长辈就在疫情当中过世，让该族珍贵的传统仪式还有文化都消失了。因此，目前大多数的声音呢，都还是认为外面的人不应该和北哨冰岛人呢有任何的往来会比较好。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那如果还没有订阅志祺七七，请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而在这边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还有赞助，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营运这个频道，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看完了北哨冰岛的故事之后，我们觉得其实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北哨冰岛的居民会对外人那么反感，也大概可以知道为什么印度政府会规定任何人都不准登岛，甚至出动海军巡逻抓走任何试图上岛的人。从岛民的角度来说呢，
么外人擅自登岛，感觉就有点像是家里莫名其妙被人闯入，他们还要擅自拿走家里的东西，要不讨厌这群人大概也真的很难。而从印度政府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有人擅自登岛，结果最后被生气的岛民杀掉，那这个责任的归属就会变得很难处理。那么觉得在讨论要不要登岛，要不要让他们文明化时呢，或许可以再想想的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去接触这群岛民？可能产生结果真的值得我们这样做吗？有可能结局很棒，人类学家学会了北少冰岛的语言文化，促进外面的人和岛民的理解和沟通，但也有可能呢，疾病就这样子传了进去，或者是文化渐渐的改变、消亡等等，都很难说。所以今天呢，影片的最后提问，我们想要问大家的就是：你觉得外界的我们和北少冰岛的接触是有必要的吗？ A 有，因为我们还是应该呢要让更多人接触文明的世界。B 有，基于促进理解还有沟通的需求呢，还是要派人去研究他们的语言文化。C 没有，他们自己过得好好的，没有必要去打扰他们啦。D 没有，如果把疾病传进去，那就太糟糕了。以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神秘的印度境地北少冰岛的故事。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地球消失了11年以及不给用网络的神秘宗教。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